欢迎收看辱华的华系列节目第17集啊。2026年7月23日啊，数学家王洪、邓玉获得菲尔兹奖啊，祝贺他们。王洪呢是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啊，邓玉呢是在偏微分方程与数学物理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数学联盟啊公布了4位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包括王洪和邓玉啊，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今天这个节目不是给大家介绍这个奖啊，也不是给他们俩去写一篇颁奖词。我想聊的是面对这项成就啊，很多中国人的第一反应为什么这么 low？ 不去理解啊，他们究竟研究了什么，不去了解这个数学问题的本身啊，也不是去认识这么一项人类知识成果背后的这种合作机制，而是立刻就打开他们俩的户口本啊，看看是不是中国人，还是不是中国籍啊，能不能算为国争光，然后证明中国赢了。就一项数学成果都没有被公众理解呢啊，就立刻登记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财产，然后这些媒体啊就把他们拖回到这个国际竞赛的这么一个领奖台上去。给大家看2张非常有意思的截图。第一张啊，看看9个月前，这是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啊，标题就是拿没拿洋奖项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当时为什么突然发这个文章呢？那就是诺贝尔奖啊公布之后，日本科学家又获奖了。就有很多人问了，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奖呢？中国和日本的基础科学差距有多大呢？好，北京日报就用这篇文章做了一个回答，大家不要焦虑啊，不要迷信这个洋奖项啊，这是带着西方价值观和话语权啊的一把尺子在衡量中国。说的特别自信啊，洋奖就是洋奖。那9个月后的今天啊，我们来看，还是北京日报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历史性突破，中国籍数学家王洪、邓玉获菲尔兹奖啊！新华社也迅速强调啊，说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奖。接着各大中文媒体就把这个事情描述成了中国数学实现历史性突破。那菲尔兹奖难道就不是洋奖吗？对吧？它是在中国创办的，中国评选的，还是在中国颁发的？都不是吧？那没有中国人获奖的时候就说洋奖不能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结果中国人获奖了立刻又变成了一个绝对权威了。为了证明中国数学实现历史性突破，那你到底是看得起洋奖还是看不起洋奖呢？是吧？这是文化自信吗？这明显你是极度依赖外部认可，但你又不承认这一点，这是精神分裂，对吧？好，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这个王洪和邓玉换张图王洪证明的是数学不是中国，对吧？证明了什么呢？3维卦骨猜想具体是什么我就不在这儿给普及了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的懂。但是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困扰数学界近100年的重大问题。但一定要注意不是王洪一个人去解决的，是王洪与一个美国数学家叫 Joshua Zah 共同完成的。所以这个论文的作者不是一个人是2个人。而且这项成果也不是说他们2个凭空做出来的，你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很多的数学家的这个工作的基础之上。但是到了中文的这个媒体里面这个 Joshua Zah 这个名字消失了之前这些数学家的名字也都消失了。王洪呢是受到了在法国和美国的学术训练这些东西也都消失了。最后就剩了一个故事了，就是一个中国女孩凭借着中国人的聪明和韧劲儿单枪匹马解决了一个100年问题，然后还为中国争了光。
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爽文啊，对吧？你看王洪本人获奖之后，感谢的是合作者啊、同行，以及那些让他能够全身心从事研究的这个环境。他有描述说我这成果是要感谢中国吗？对吧？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明白这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爽文啊，你一个伟大的成果，它不是一个人这种像孤胆英雄似的啊，然后你这获奖了，然后中国人就把这战利品拿走了。因为一个数学的证明的成立啊，跟他爱不爱国毫无关系啊，跟他是不是出生在广西啊，拿哪本护照毫无关系。数学跟什么民族情绪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你的这个证明能够成立，那你每一步的这个推导都要经得起检验，就这么简单。那而且很有意思，中国人这中国媒体啊，都不去细聊啊，它证明的这个是什么，对吧？这个三维卦骨猜想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叫卦骨猜想？因为卦骨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一个日本的数学家啊，叫卦骨宗一。他呢是1917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特别著名的叫卦骨针问题啊，就说一根固定长度的针啊要在平面上转过所有的方向，至少需要多大面积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呢是后续的一些数学家把这个问题从平面二维推广到更高维的空间，这就是逐步的发展到了今天的这个三维卦骨猜想。好，那这个问题等于是一个日本数学家先提出来啊，然后由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数学家在不断的推进，最后由这个出生在中国的王洪和另一个美国的数学家，对吧 ，Joshua Zhao， 他们俩共同完成这个三维情形下的一个证明。你看，这是一个跨越国籍、跨越世代的这么一条脉络，结果到了中国媒体嘴里。就只剩4个字了，为国争光。那如果王洪的国籍算作是中国荣耀，那这个问题的提出者，那算不算日本荣耀啊？是不是？因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难啊。那你中国媒体是不是要对日本的这个国家再去顶礼膜拜一下呀？那我不主张这样做啊，我们只是开个玩笑。所以这些国籍不重要，对吧？这些数学家共同构成了这一段数学史，是吧？那好，接着来细聊。王洪包括邓玉啊，那国籍可能应该现在还是中国，但是他们完成这些证明不是在中国做的，对吧？王洪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那这一段中国教育历史经历不能抹去的，对吧？但是本科之后，他马上进入到法国综合理工学院和这个巴黎萨克雷大学去学习，之后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取得的博士学位，然后又在普林斯顿这个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所以你看这一系列的，他能完成这个卦骨猜想，正是依靠的欧美的这个学术体系邓玉也一样他曾经是在北京大学上过学之后就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而且是在那儿本科毕业的之后呢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所以奠定他获奖成果的这个重要的想法是出现在2021年他访问布朗大学研究机构期间产生这个想法。之后呢，他与这个密歇根大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也是一些其他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然后取得了突破。所以你当然也不能说中国教育与他们毫无关系就是在北京大学的一些基础训练吧算是他们人生履历的一部分而已。但是真正决定他们能够走到这个菲尔兹奖的领奖台上的是后续的高阶训练这个包括能给他们的研究职位，以及呢，他都不是单枪匹马的，
它有很多的同行这么一个网络，以及呢，在这种学术自由的这种氛围下，这一切主要发生在法国和美国。你把这个加上才是完整的事实。就到中国媒体嘴里，就是把他们在中国接受的一些早期教育无限的放大然后把他们后边10几年这种国际学术体系里这些经历无限的缩小。我觉得真正应该问的不是说他们是不是中国人，对吧？而是说为什么像他们这样的来自中国的这个数学人才，你必须要进入到欧美学术体系里，才有机会完成后续的这个最关键的成长和突破。你中国媒体应该关心的是，他们做研究的时候是坐在哪一间办公室，对吧？你为什么一个人在海外获得教职、资金、同行网络和长期研究空间之后取得成果然后你又去夺取过来在媒体上宣布说这是中国科研几十年投入的这个开花结果，这就是不要脸呀！甚至新华社在自己的分析文章里引用这个邱成桐的话说就是说希望未来年轻数学家能够在中国本土完成最关键的突破，这才是中国真正成为数学强国的重要一步。你引用这个话，其实潜台词就是这2项突破在中国本土是不可能完成的，对吧？当然我们不能够非常武断的说就是王洪、邓玉如果一直留在中国就肯定不会成功，但问题是历史上确实没有发生过。我觉得他们身上的最实际的，我们不靠猜测不靠猜想，就是他们的实际履历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对吧？因为在中国你要进行额外的非常多的消耗你去开个会应该坐在哪个位置我项目要找谁去审批我这个职称上需要哪个领导点头那我是不是吃饭的时候还得给他敬酒你在这么一种环境里真的有可能做出好的科研这种成果，尤其是数学方面它需要人非常的专注。今天做这期节目呢，归在辱华的华这个系列里实际上是也想讲一下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很多思想并不是说凡是中国的就是伟大的一切东西的讨论都得先从国籍讨论，对吧？很多中国人现在理解不了觉得说那我爱国有什么错？不是有什么错，是 low 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特别的 low。而我想用这个系列告诉这些人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并没有那么 low 现在是越来越 low。你看古代的中国当然也存在所谓的什么华夷之辩也有过排外对外征服以及文化优越感什么的，对吧？这些都有但是呢，我们举几个例子还是有一些很高级的想法你比如说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得以来之，对吧？就是说别人远处的别人不服你，你不服你，首先你就不要说你辱华了，先指责别人然后发动舆论去围剿，对吧？你首先要反省自己，你的政治文化什么的，你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德行和吸引力让别人来服这是孔子的思想，对吧？你比如说墨子，是吧？说若使天下皆相爱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墨子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国家，不是说我怎么去压倒别的国家，而是说怎么能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伤害，对吧？你如果一个人这种爱国主义的一切都是本国优先的你只承认说中国人才有价值什么的，这些东西你在墨子的思想里就不是一种崇高的思想，而且这正是天下相攻的根源。
你再比如说庄子啊，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你看这尺度就更大了，对吧？你等于站在天地万物的尺度之下，什么一本护照啊，是不是中国籍啊，什么所谓的弄出来的中华民族，这些东西都何其的渺小。所以你看三维卦骨猜想啊，根本就不会因为说他的证明者这个王洪啊出生在广西，于是这个证明就变得更好，对不对？也不因为说这个问题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来自日本，所以这个问题就更值得去证明，跟国籍毫无关系，对不对？你这些定理也不去参加升旗仪式啊。所以你们看古人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啊，中国的啊，你看道高于权力，对吧？民高于君主，天下大于某一国啊，万物不应该被这种狭隘的身份啊被彻底割裂。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啊，口口声声的说我们继承5000年文化，你继承的是什么？只是中华这个帝国历史中最粗糙的那部分东西啊，就是中心幻觉啊，身份焦虑以及对于外部世界的敌意。你看刚才这些古人，还在至少啊，大家试图去谈一谈天下，对吧？今天的中国人在说什么？就给这个祖国刷榜。这种爱国主义为什么这么 low 呢？我就今天就想聊这个，对吧？因为他没有独立判断价值的能力。你看得懂数学吗？看不懂，只会问啊，数学家是不是中国人？文学也看不懂啊，就问你这个写作者，你到底爱不爱国？电影也看不懂啊，就去问啊，导演呀、演员呀有没有辱华？体育也看不懂啊，只在乎说哎拿没拿金牌啊，什么东西都看不懂啊，看不懂一个人就只会去查他的国籍、他的血统啊和他平时说话的一些所谓的政治立场，就在这么一套精神结构里吧啊，我们讲就真理啊，其实并不因为真而有价值了啊，艺术也不因为美而有价值了，对吧？一个人也不是因为自由，他有尊严、有创造力，所以这个人就有价值。在中国人的这一套结构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就是这些东西你都要先过一道海关，来验一验是不是中国的。我觉得真正有自信的人是完全可以欣赏别人的成就的，而且也可以完全批判自己的错误啊，包括自己的国家的错误。你只有极度不自信的人，就是现在的很多中国人啊，他怎么做呢？他就不断的从所谓的我们14亿人口，5000年历史，然后我们得了多少块金牌，然后这些啊得奖的人是中国国籍，就从这里边他就抽取啊这个集体荣耀啊，但是这是别人的荣耀啊，他抽取出来之后说啊我们都是中国人，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嫁接过来了，填补的是自己非常空洞的自尊。所以你说这种行为啊，表面上他说我是一个爱国者，然后这是爱国主义，其实他不是在爱国，他就是在拿这个国家给自己壮胆，对吧？他不认识王洪，也不认识邓禹，这些论文啊，这些数学问题全都不懂啊。但是只要王洪和邓禹现在还没有转国籍，还拿着中国护照，那这些中国人就可以宣布说啊，我们赢了。我们是谁呀？不知道。赢了什么呀？他也不知道啊。反正因为我们护照颜色一样啊，我们就可以共享这个荣耀。这是一种多么低成本的一个自我实现，就别人钻研了几十年的一个科研成果，到他这儿他负责什么？我骄傲就行了。别人等于是推动了全人类的知识进步啊，结果到他那儿转发一句就啊，有幸见证中国数学的历史时刻。王洪跟邓禹获奖，当然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对吧？这当然首先属于他们本人啊，也属于他们的共同的合作者啊，也属于滋养过他们的啊那些学术机构啊，以及全世界的所有的数学家啊这个群体。中国人当然
要为他们高兴了，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据为己有更不要说在这儿特地的反复的提及中国记忆当成一种功劳。还是那句话他们证明的是数学，不是中国也不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智力排名什么的。因为科学的伟大恰恰在于它可以由一个日本人提出问题，对吧？然后由不同国家的学者研究近100年再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共同完成这个证明，最后呢还可以变成全人类都可以使用的知识。这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失败。就在整个这套语境里希望大家能理解，根本就没有国家什么事儿。这就是人类文明本来该有的样子这也是我今天想用这期节目去批评中国式的这种爱国主义太 low你面对如此深邃辽阔的一个人类文明这些中国的爱国主义者问出的问题竟然是这功劳到底算是哪国的？这数学家已经进入到怎样的一个维度空间去思考问题了，然后就因为得了个奖还要被你们这些人把他们从那么高的位置拽回到一个中国最 low 的一个户口本里去考量其实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去聊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 low但是从这里面呢也能怎么说呢？我们也能反思出很多问题来感谢收看、订阅、分享。